楚风。尽管早就知道楚风会来，也知道楚风获得了一面旗帜，可当楚风真的登场，出现在远古众强者所在的那座比武台之际，无论是喜欢楚风的，或是憎恶楚风的，内心皆是泛起波澜。毕竟楚风代表的乃是当代武者，可小辈怎能与老一辈抗争？先前谢天然只是随意一击，便将近万名小辈天才身上的红色气焰尽数掠夺，便已是最好的证明。无论那红魂宗宗主是否比得过谢天然，可他却也是货真价实的天神境。很快，秦玄、宇文炎日等众人也是自结界门内走出，宛如小弟一般站在了楚风的身后，并且一个个趾高气昂，神采奕奕，一副很是享受的模样。不过这种神采奕奕只持续了瞬间就消散了，取而代之的乃是不知所措。他们注意到了谢天然等人。秦玄，你们怎么会跟在楚风身后？一道怒斥便随之响起。苍穹仙宗宗主郑恶狠狠地瞪着秦玄等人。宗主大人，秦玄已经慌了，而其他苍穹仙宗小辈更是吓得赶忙跪在地上。他们不是失礼，而是真的双膝跪地，且低下了头，就跟犯了错的孩子一般，连话都不敢说，已经默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只是等待受罚了。倒是秦玄施以跪拜之礼，抱拳说道：宗主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我们在先前的空间世界必须进行选择，并且是远古与当代的选择。我们身为当代修武者，怎能选择跟随远古？何况那些远古小辈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我们的敌视，只要是遭遇便会刁难，甚至剥夺我们继续深入的资格。尤其是那些身穿红袍的家伙，他们仗着修为在我们之上，很多同辈都被他们殴打甚至杀害，被逼迫向他们下跪说自辱的话才能躲过一劫。若不是楚风出手帮忙，我们都不可能出现在这里。而先前我们所遇到的局面，要么放弃，要么就在楚风与红袍人之间进行选择。我不想放弃，我们背负着当代武者以及苍穹仙宗的使命，岂能轻易放弃？所以我只能选择楚风。我知道楚风与七界圣府的恩怨，可我扪心自问，我与楚风之间并无恩怨，并且楚风还曾多次帮过我。不是这里9天之巅的时候，楚风就帮过我们。若不是楚风，9天之巅之时，我们就已经被远古的小辈踩在了脚下。宗门有宗门的规矩，宗主大人要罚我认，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我只能选择跟随楚风。秦玄此话刚出，宇文炎日也是对着神体天符府主开口：爷爷，秦玄所说乃是事实，远古小辈对我们处处针对，尤其那些来自身穿红袍、来自红魂宗之人，而楚风对我们多有帮助，还望爷爷能够理解。话罢，宇文炎日对其爷爷施以请示之礼：诸位小友，莫要多想，我七界圣府与楚风的恩怨，我七界圣府会自行解决，与你们无关。这件事你们也不必追究那些后辈。就在此时，谢天染开口了，且此话说完，他回头看了苍穹仙宗宗主一眼，那一眼便让苍穹仙宗宗主意识到，他不该当众责怪秦玄他们。其实他责怪秦玄，就是为七界圣府的面子考虑。毕竟大家都知道楚风与七界圣府的恩怨，但他急于表现，却忽略了相比于楚风，红魂宗反而是更不能加入的那一方。毕竟这还关系着当代与远古的阵营问题。但是他知道谢天然只是表面这样说，心中也是责怪的。他知道谢天然对楚风的恨有多恐怖，相比于里面的众人，神之时代外的众人则是讨论的较为激烈。唉，胆敢跟随楚风，都是有血性的人啊。是啊，远古种族那般对待我们，怎么能跟随他们呢？真没想到秦玄少侠竟如此有大局观。还有那位少侠，其称神体府主为爷爷，莫非就是宇文炎日少府主？也是非同一般的存在啊。这些小辈都是好样的，反倒是七界圣府那些小辈，唉，一言难尽，一言难尽啊。从这些旁观者的视角来看，楚风与秦玄他们才是英雄，反而跟随了红魂宗少主的那些人是懦夫，因为人家根本没有真心接纳，完全就是将当代小辈当狗当奴隶。可哪怕对方表现得如此明显，却还要跟随，这简直是连自尊都不要了。跟随楚风，那是为了大义暂放恩怨，说出去反而能令人接受，但是为了不跟随楚风，便放下尊严，加入处处看不起当代修武者的远古阵营，这才是真的丢尽当代修武者的脸。毕竟人活一口气，有时候脸面比利益还要重要。事实上，这样想的不仅仅是神之时代外的各方人马，神之时代内的一些高手也这样想，只是他们不敢说出来，但他们却很欣赏楚风。于是有些老一辈的当代强者便在楚风进来的第一时间，暗中传音于楚风，告诉了楚风此地的情况，以及接下来楚风要面对的局面。得知这些，楚风丝毫不慌，反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红魂宗少主。唉，这位是红魂宗少主吗？原来你长这个德行啊，贼眉鼠眼的，难怪要戴个斗笠呢。还有，怎么趴地上了？你们杀巨鸟获得的力量呢？怎么不拿出来用用？楚风笑眯眯地说道。力量。听闻此话，远古的一些小辈也是反应过来，这场对决不合常理，而他们先前击杀巨鸟获得的力量那般不凡，搞不好真的是这里派上用场的。于是纷纷取出特别的器物，可打开一看，他们则是傻眼了。怎么空了？怎么空了？什么都不见了，我的也空了，那力量呢？惊慌的声音响彻开来。听闻此话，红魂宗少主也是意识到不对，将他那珍贵的金色罐子取了出来，可打开一看，他那金色罐子竟也空空如也。他猛然反应过来，意识到自己上当了，那力量根本就是假的，没有任何作用。
甚至直接消失。那巨鸟是陷阱，是引诱他们浪费那力量的。楚风，你早就知道。他恶狠狠地看向楚风，看楚风那张挂着贱笑的脸，他就知道楚风应该提前知道，不然楚风不会故意提起那力量，还从一开始就是一副嘲讽的嘴脸。不然呢？像你们一样蠢，为了这那虚假的力量，从而浪费令牌。楚风淡淡一笑，且说话间还拿出一块令牌，悬浮于自己掌心之上。与此同时，楚风身后的许多小辈也都是纷纷亮出令牌。我们早就洞穿一切，看出那巨鸟是陷阱，不然你还真觉得你们多厉害？看看我们这令牌，能感觉到它的厉害吗？若那些巨鸟真的是好处，还轮得到你们？众小辈一边摆弄得到的令牌，一边看着红魂宗少主等远古小辈，就跟看待小丑一样，却感觉那叫一个解气。先前红魂宗少主那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以及那些讽刺的话，他们可还记得？现在终于到了找回场子的机会。你们怎么会收集到力量？你们明明都不敢露面。红魂宗少主并不理解，不仅收集到了，而且还在你们之上。众小辈说道：“那令牌是什么？”此时，所有人都被那令牌所吸引。那令牌并未展现力量，他们也不知道那令牌的作用，但却能够隐隐间感受到那些令牌并不简单。楚风，你们以为你们将令牌留到这里就有胜算吗？你们要面对的对手可是我的爷爷，你们毫无胜算可言。红魂宗少主恶狠狠地说道。他并不替自己的爷爷担心，甚至想到他的爷爷，他心中的怒火也平息了不少。他很清楚他爷爷的实力，楚风他们就算收集了力量又能如何？结果都是一样的，他们不可能是其爷爷的对手。哪个是你爷爷？那个楚风指向了红魂宗中的一个人，但他故意指错了。行，我记下了，就让你爷爷替你挨揍。你就是楚风。此时红魂宗宗主也是忍不住开口了。我是。楚风点头，我记下你了。红魂宗宗主恶狠狠的道。你记下我做什么？那小子爷爷都没说话，你怎么反而记恨上我了？难道你才是他爷爷？楚风问道。楚风，你少胡说八道，他才是我爷爷，你刚才指的不是？红魂宗少主解释道。是吗？我指错了，怎么回事？我感觉那个才是你亲爷爷啊！你听我的，我直觉特准，你要不布个阵法测测血缘，可能是你搞错了，应该我指的那个才是你亲爷爷。楚风对红魂宗少主说道。楚风，你敢胡说八道，我要宰了你！红魂宗少主气得双眼通红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直接冲到了比武台的墙壁处，且释放出了自己真神境的气息。真神境，感受到他的气息，众强者也是震惊于他的实力。小辈踏入真神，着实太过可怕了。但转念一想，真神境却在楚风手中吃了亏，那还是楚风厉害啊！楚风，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你！红魂宗少主还在恶狠狠地盯着楚风，可红魂宗宗主却对其怒斥一声，退下。他也怒了，不仅仅因为楚风，还因为自己这个的孙子，自己的孙子完全被楚风戏耍了。不仅仅是此时语言上的戏耍，从之前的对话也能听出，在之前的空间世界，他的孙子也是被戏耍了，而他孙子现在展现的愤怒更是无能的愤怒，这让他感觉颜面无光。可就在此时，楚风的声音再度响起，对，听你那个假爷爷的，别叫了，你是人不是畜生，怎么动不动就发疯？楚风，你可能不知道，这是一座比斗台，而你面对的对手正是我等。你逞口舌之快之前，是否想过后果？红魂宗宗主对楚风问道。对于这个威胁，楚风淡淡一笑，老头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说了，我要让那小子的爷爷替他挨揍，既然你非要当他爷爷，那你就替他挨揍。此地是比武台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楚风说道。好，很好，难怪你这小子在当代都不受人待见，你是真的令人生厌。但你若是将我也当成与当代那些怂包一样好对付的话，便大错特错了。别急，很快就让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人。红魂宗宗主此时说话，声音竟然都在颤抖，但他不是害怕，而是愤怒。他在极力克制，所以表现才不明显。实际上他的内心早就怒火翻腾，迫不及待地想要将楚风大卸八块。楚风小友。而就在此时，一个男子的声音引得了所有人的注意，是之前坐在角落只穿裤子没穿衣服的傻大个。眼下此人在远古种族众强者的最后方，又蹦又跳，咧着大嘴，正对着楚风挥动双手。赵前辈看到赵老八，楚风也是目露喜色，高喊着对其挥手，并且说话间还特意看了一眼赵竹英。哎呦，我的好女儿也在呢，你们怎么就凑一起了？赵老八问道。前辈，我们是遇到的。楚风回道。遇到的吗？这就是缘分吧？何等缘分啊！楚风小友，咱们真是太有缘了。赵老八咧着大嘴的笑着，他们认识。这番对话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，但老一辈们并未太过放在心里，毕竟在他们眼中，赵老八不过区真神初期。可小辈们则是更加清楚了楚风与赵竹英的渊源，毕竟他们可是知道赵竹英不是寻常小辈，他与红魂宗少主一样，是已踏入真神境的超级天才。而就在此时，星空上空那座巨型结界门，一道光柱飞落而下，落在了楚风所在比斗台中心的高台之上，正是那团红色的气焰，如先前红魂宗少主所在的比斗台一样，那红色气焰四散开来，分配给了这座比斗台每一个人的身上。紧接着，那说明比斗台作用的几行字体也是浮现而出。真的要让我们和他们对决吗？众小辈脸色惨白，他们的紧张与恐惧溢于言表。
如果说之前还表示怀疑，那么此时却已经确定此事。尽管手中有蕴含力量的令牌在手，可面对如此存在，他们还是十分恐慌。很快，那字体回到高台内，同时那道结界屏障也是收回到了比斗台之内。轰的一声，一股磅礴的红色火焰自红魂宗宗主体内升起，同时他那天神境的气息也是如飓风一般横扫开来。何止是楚风所在的比斗台，那是能瞬息覆盖一方小型世界的气息。他是真神巅峰吗？有些小辈颤抖开口。真神巅峰已是将他吓得瑟瑟发抖。他们并不认为手中的令牌能够让他们应对真正的真神巅峰，不是真神巅峰，是天神境。宇文炎日说道，到底是见过世面的天才，他很确定那红魂宗宗主的修为。天神境，我们要面对天神境，我不是做梦吧？这不是让我们送死吗？众小辈吓得连连后退，在他们看来，站在对面的不是一位对手，而是一位死神，是来收割他们性命的。看到众小辈如此恐惧的模样，红魂宗宗主心中的怒火倒是发泄了一些。他是故意的，就是故意展露实力，却不出手，就是要让那些小辈恐惧。楚风，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红魂宗宗主问。我说让你替你孙子挨揍，看来你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别急，我肯定满足你的。楚风笑嘻嘻地说道。相比于其他人，楚风是一点都不慌，反而那抹笑容是如此的嘲讽。狂妄后辈，我先撕烂你的嘴！红魂宗宗主说话间，手掌伸出，那围绕他的磅礴火焰便释放出一小团火焰，化作一只正常大小的火焰手掌，直奔楚风的嘴巴而来。他倒是来真的，是真的要撕烂楚风的嘴。然而那火焰手掌在靠近楚风之后，却化作一缕蒸汽消散开来。蒸汽倒是从楚风脸庞掠过，但因丧失力量，因此没有对楚风造成任何伤害，只是吹乱了楚风的发丝。楚风没事，众人感到诧异，而楚风更是讽刺一笑：干嘛？看我脸干，给我补水呢？是那令牌。红魂宗宗主看向了楚风身前的令牌，此时所有人也都发现那令牌周身出现了一团水浪，将其围绕。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，现在就开始揍你。